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沙丁鱼咖喱饺的食谱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我们先来看看咖喱饺面皮所需要的材料。普通面粉125克，木薯粉25克，粘米粉25克，牛油25克，冰水65克，油25克。盐1/8茶匙。首先，我们把普通面粉、木薯粉，还有粘米粉全部倒入一个大盆里，然后稍微的把它们搅拌均匀。现在我们把牛油和油倒入一个小锅里，然后拿去加热，把这个牛油煮至融化。当牛油煮至融化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加入到刚才调好的粉里。我们慢慢的加入，一边加入就一边搅拌。我们稍微的搅拌一下，让它稍微的均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盐加入到冰水里，然后把它搅拌一下，我们再把这个冰水加入到这个粉里。同样的，我们也是一边加入就一边搅拌，我们也可以用手去搓揉，把它搓揉成团。我们要把这个面团搓揉到光滑不粘手，可是也不能搓太久哦。我们只要把面团搓揉到光滑不粘手就可以了。如果搓太久的话，面团会起筋，会变硬。现在面团已经搓到光滑不粘手了，我们把它盖着，让它休面30分钟。现在我们来准备内馅的材料。我们把蒜米红葱给剁碎，洋葱也是一样，我们把它剁碎。沙丁鱼呢，我们要把它中间的骨拿掉，然后把它压烂。我们只要沙丁鱼而已，它的酱汁我们不要的。今天这个沙丁鱼我是准备小罐的，什么牌子都可以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沙丁鱼咖喱饺内馅所需要的材料：已压碎的沙丁鱼，洋葱80克，辣椒酱2汤匙，蒜米红葱15克。我们拿一个锅或者平底锅都可以，我们放了一点油，然后把蒜米红葱倒下去，把它炒香。当蒜米红葱炒到有香气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洋葱倒下去。同样的，我们也是要把洋葱炒到有香气。当蒜米红葱和洋葱都炒到有香气，炒到香喷喷了，我们就可以把沙丁鱼倒下去。
然后把它们炒均匀。沙丁鱼也炒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辣椒酱倒下去。同样的，还是一样把它们炒均匀。我们要稍微的把这个沙丁鱼内馅炒到干身一点，不要太湿。这个沙丁鱼内馅已经炒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关火上碟了。已经过了半个小时，我们现在可以来搓面皮了。我们把这个大面团随便抓一小团的小面团，然后把它搓圆、擀平，擀成一个圆形的小面皮。这个小面皮没有一定的分量，你们只要把它搓到比模型大一点就可以了。至于它的厚度呢，你们要自己拿捏哦。现在我们可以舀大概1汤匙左右的沙丁鱼馅料放在这个面皮里。我们把模型合起来，然后用力的压一压，把多余的面皮拔掉，我们的沙丁鱼咖喱饺就完成了。你们看，多么的美丽啊！现在我们继续完成其他的咖喱饺。大家要记得，这些多出来的面皮是可以再次的用回的哦，不会浪费的。现在我们的沙丁鱼咖喱饺已经做好了，我们把油烧热，然后把咖喱饺放下去，用中火慢慢的炸至它呈金黄色。今天的这个分量，我可以做到7个沙丁鱼咖喱饺，不过也不一定的啦，要看一下你们用的模型的大小，然后也要看你们的那个沙丁鱼放多少。如果你们放的少的话，可能你们可以做8、9个也说不定，或者你们的料放的太多，可能你们只做得到5、6个。我们时不时都可以去翻动它一下，让它上色均匀。因为它的内馅是熟了嘛，所以我们只要把它的皮炸熟，炸至上色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的沙丁鱼咖喱饺已经炸至浅浅的金黄色了，我们可以把它捞起，然后把我们的火开大。我们要复炸一次，让它多余的油逼回出来。复炸这个动作不需要很久的，我们只要油温够高，把它放下去捞2下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了。这样做的原因是要让高温把多余的油逼回出来，使它吃起来不会那么的油腻，然后会更加的酥脆。现在我们可以找一个美美的碟子，然后摆盘拍照。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——沙丁鱼咖喱饺。哇，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做就成功了哦，不难不难。你们看那个咖喱饺边边的花纹很美哦。如果没有看视频的人会以为这个是我捏的，我哪有那么厉害，都是模型的功劳。这个咖喱饺的外皮吃起来是酥脆的，所以你们要记得要用中火慢慢的把咖喱饺炸至金黄色，不要心急哦。好啦，不说那么多了，我又要去冲一杯我的最爱
Meet You 4-in-1 黑白咖啡来配我的沙丁鱼咖喱饺。大家对我们今天的沙丁鱼咖喱饺满意吗？满意的话，请帮忙点个赞，或者留个言，给我们一些鼓励。你们的鼓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哦。我下一个视频呢，会来一个特别一点的糕点，那就是咸香碗糕。大家吃过吗？有兴趣吗？有兴趣的话，记得留意我下一个视频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